在我面前的就是 ROG 新一代双萤幕梦幻笔电 ZenBook Duo 2026。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也是 ZenBook Duo 系列的老用户了。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出差的时候需要剪辑，那还是会带上当年采用 Ryzen 9搭配上老黄4090的 ZenBook Duo 16一起征战各种工作。那当年选择 ZenBook Duo 16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你可以在一般效能笔电的体积跟重量之下，随时随地就直接获得一大一小的2块萤幕。上面这块拿来放监看画面、功能列表，下面这块则拿来放时间轴、看看脚本、回讯息。对于剪辑做动画来说都非常好用。那如果你是买来玩游戏、开实况的朋友，概念也完全相同。上面可以提供你满版的游戏体验，下面则可以让你开更多 App， 你就不用在那边切来切去，打扰你大展身手。那这也是 ZenBook Duo 系列最经典的地方，只要你有需求，那它真的有着无法取代的好用之处。而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今年迎来大改款的全新 ZenBook Duo。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从原本上下排列一大一小的2块萤幕 ，ROG 直接改成了2块16寸的全尺寸双萤幕，所以你不只可以放在桌上使用，还可以透过内建的支架直接把笔电立起来，进行影片剪辑或是玩游戏。而当你要做文书作业、跑本地 AI 或是 coding 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把笔电横过来，直向的使用这2块16寸大萤幕。这几天在外面拿来工作，搭配上这次设计的很好的分离式键盘，2块16寸的大萤幕，只能说非常舒服啊。不过更重要的是，身为 ROG 今年定位最高的梦幻笔电，这2块萤幕的硬体 ROG 也没在开玩笑。他们从当年流行的 Mini LED 直接换上了2块顶级表现的16寸 ROG Nebula HDR OLED 触控萤幕。没错，ZenBook Duo 的这2块萤幕，除了都支援触控操作之外，在规格上，双萤幕都来到了 3K 解析度，搭配上120Hz 的高萤幕更新率，并且 ROG 采用的是新世代的高亮度 OLED 萤幕，所以可以达到1100尼特的超高峰值亮度，也通过了 VESA Display HDR True Black 1000的认证。除此之外，我更关心的是，当年老款的 ZenBook Duo 16在效能上真的是一头猛兽。ROG 采用了 Ryzen 9 7945HX 搭配上4090的顶级组合，所以在效能释放上真的很强。就算在国外要做动画或是剪辑大型专案，它的效能也足够令人放心。但同时，老款的能耗需求也真的太高了，所以在离电之下，也就是我没有插着电的话，它的体验就无法发挥。这就要说到，在2024以前的超高效能笔电，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你只要不插电，它的体验就会直接对半砍，甚至打到骨折。尤其很常因为供电不稳的关系，整台电脑卡到比文书机还要难用，非常考验厂商的调教策略啊。所以这也是我今年最期待新版 ZenBook Duo 的地方，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当年2026的高效能笔电圈终于迎来了奇异点。没错，别忘了，我们现在有 Intel 新一代神作处理器 Intel Panther Lake。那这系列处理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极其优秀的能耗比表现。用白话文来说的话，就是它来做到高效能的同时，又可以达到非常省电的能耗表现。我就说，好的处理器真的可以让笔电厂针对高阶用户有着更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对于新款 ZenBook Duo 来说 ，ROG 采用了 Intel Panther Lake 家族当中非 X 最顶的 Intel Core Ultra 9 386H 处理器，搭配上老皇家目前最顶的 RTX 5090顶级笔电独显。那在这个组合之下，当你需要效能输出的时候 ，ZenBook Duo 搭载了 Ultra 9加5090，就可以化身一头猛兽，提供你非常强劲的游戏以及创作效能。但是，当你只需要外出办公需要续航力的时候，你就可以暂时把5090关闭，享受 Panther Lake 非常舒服的能耗表现。我这边直接爆个雷啊！当年 Duo 16在 PixelMark 续航测试当中，大概只能做到6小时的成绩，而今年的 ZenBook Duo 在相同设定之下，直接冲到18个小时。重点不是续航来到当年的3倍，而是整多出12个小时的文书续航力啊！并且在省电之外，它的使用体验流畅，风扇不吵，机身不会严重发热。你现在应该可以完全看懂为什么今年各家全面力压 Panther Lake 了吧？
它或许不是最高效能的选择，但只要笔电厂调教得宜，它绝对是 Windows 笔电阵营当中目前可以给用户最佳使用体验的 X86 处理器。要效能还是要续航，都能在同一台笔电做到。总之，究竟今年的 ROG Zephyrus Duo 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吧。首先，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今年的 Zephyrus Duo 在 A 面设计上，同样采用了 ROG 今年新版的 Slash 灯条设计。那跟上一代 Slash 相比，这代有了2个改进。首先是今年 ROG 采用了一整条的透明强化玻璃，直接覆盖在 Slash 灯条之上，所有灯珠都被盖了起来，也就避免了 A 面卡灰尘的可能性。那第2个改变就是 ROG 进一步把这条 Slash 升级到了35个控光分区，对于整个灯效的设计和灯效的流畅度都可以做得比先前更加细腻。那目前 ROG 总共提供了15种的预设灯效，透过 Armoury Crate 就可以自由选择。那喜欢客制化的朋友，也可以透过内建的 Slash Mixer 设计喜欢的灯条效果。整体来说，我个人还是蛮喜欢 ROG Slash 这个 idea。对于喜欢超帅 gaming 感的玩家来说 ，ROG Slash 可以提供更加现代、利落、带点科幻的电竞感，与过去游戏笔电的肌肉感拉出差异。那重点是，这种旗舰笔电的用户往往使用场景是非常多用途的，所以当你在公司或是需要去找客户上台报告想要低调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关闭 Slash 灯效，瞬间化身高质感的雾灰金属笔电。尤其这个做工懂行的朋友一看就会知道不便宜啊。并且今年的 Zephyrus Duo 算是 ROG Slash 机型当中唯一一台真正雾黑配色，而不是深灰配色的金属笔电。毕竟大家都知道，黑色阳极氧化本身成本更高，然后也更难做，加上 ROG 大量使用了 CNC 金属加工，去拉出整台的利落收边。身为 ROG 2026的旗舰笔电，本身细节和用料都是在线的。而在 I/O 接孔上，我们先从左侧看起。首先 ，ROG 同样采用了自家的方形电源接孔，不分方向，正反面都能插。接着是一个 HDMI 2.1 接孔，实测可以做到 4K 120Hz 的画面输出。再来有 USB 3.2 Gen 2的 A 孔，搭配上一个 Thunderbolt 4的 C 孔，支援最高40 Gbps 的高速传输，可以做到低频影像输出，以及实测最高100瓦的 PD 快充。还有一个 3.5mm 音讯接孔。而在右侧部分 ，ROG 同样给了 Thunderbolt 4的 C 孔，也同样支援低频影像输出以及 PD 快充，还有一个 3.2 Gen 2的 USB-A。那最棒的地方是 ，ROG 终于在 Zephyrus Duo 直接内建了全尺寸的 SD 卡槽，那这点绝对好评啊！就以我们来说就好，因为 ROG 的顶级笔电不只有玩家会买，其实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多的创作者也都会选择 ROG 旗舰。那内建全尺寸读卡机对这些朋友来说绝对都是好消息。那最后右侧还有一颗电源按键。整体来说，2个 A， 2个 C， 一个 HDMI 2.1， 再加全尺寸 SD 卡槽，该有的接孔也是都有了，拿来创作用途也非常 OK。而在使用体验上 ，Zephyrus Duo 最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台拥有双萤幕设计的笔电，它总共有5种形态，可以根据场景自由变化。首先 ，Zephyrus Duo 的铰链调得很好，所以同样可以做到单手开合。那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2块16寸的 OLED 大萤幕。那首先你可以就这样放在桌上，当成拥有2块萤幕的笔电使用。但我更推荐的是把笔电立起来的双萤幕模式，因为 ROG 在机身底部内建了一组非常厚实的无段式金属支架，可以根据你想要的角度随意调整，所以你完全可以根据当下的工作形态，比如说你现在要来剪辑影片，那你就横向立起来，上面可以放监看画面跟工具列，下面可以放时间轴或是开脚本回讯息。那玩游戏的话，同样也推荐横向摆放，上面可以放游戏，下面可以开 YouTube、Discord 或是实况软体都可以。我个人比较推荐把你主要使用的视窗放在上面这个萤幕，原因是在立起来的时候，你的视线会刚好跟上面这块萤幕平视，就不用一直低着头用笔电，用到最后整个头晕，感觉快缺氧。这是跟一般笔电相比，我觉得最舒服的地方之一。那如果你是要 coding 做文件、用 AI 等等，更需要直向空间的操作，那你可以把支架完全展开，变成书本模式，笔电就可以横着摆在桌上使用。
2个16寸的垂直萤幕拿来文书还是很舒服好用的。我唯一期待的 ROG 如果下一代可以把中间的黑框缩得更窄，那体验肯定会有所提升，但至少目前没有到非常影响的程度。需要补充的是，虽然 ZenFone Duo 无法做到360度翻转，但像是立起来的帐篷模式、平放的分享模式，这些都是没问题的。那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是，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是华硕双萤幕的笔电，他们都会特别做双萤幕的 Screen Expert 的控制中心，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分享模式这个选项，点开来之后选择复制以翻转。比如说你在跟客户讲简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人一边都是正着的画面，两边也都可以透过触碰的方式操作萤幕，这不是挺酷的？那 Screen Expert 还有各种好用的功能，比如说萤幕录影、调整2个萤幕的亮度、关闭第二萤幕、关闭麦克风等等都可以做到。那包括 ZenFone Duo 专属的动态桌布也是在这里调整。除此之外，在一般模式下，你也可以透过5只手指头往外推，快速进入 Screen Max， 把萤幕长到最大。另外还有6指上滑就可以叫出 ZenFone Duo 内建的虚拟键盘。不过身为 ROG 的双萤幕笔电，怎么可能只有虚拟键盘？ ROG 同样帮 ZenFone Duo 定制了一款专属的无线实体键盘。但是最酷的地方是 ROG 不只提供了常规的蓝牙无线连接，他们在机身上还做了6个隐藏式的 Pogo Pin 角位，所以当你把键盘放在萤幕上，键盘就会自动磁吸到机身，并且直接做到有线连接。不过免不了的还是会有萤幕讯号切换的 CD 时间。但好用的是，透过这6个点位，笔电就可以直接帮无线键盘充电，不会忘记。但是你想要的话 ，ROG 还是有做 USB-C 的充电孔。除此之外，这块无线键盘也是该有的都有，包括快速关闭麦克风、开启 AMOLED 的顶部快捷键，还有一系列针对双萤幕设计的功能，像是 F10 快速关闭第二萤幕、F12 切换2个萤幕的内容，又比如说切换延伸、同步、只在主萤幕显示等等，都很实用。并且身为 AIPC 的一员，当然也内建了 Copilot 按键。而在体验上 ，ROG 采用了回弹明确的薄膜键盘，甚至给了一块滑顺好用的超大触控板，键盘甚至还有单区 RGB 背光，完全当成一般笔电来做，所以你平常完全就可以这样放着使用。那要带走也没问题 ，ROG 把键盘的空间都留好了，萤幕盖起来就能带出门。而当你拿起来，触控板就会自动无线连上电脑，所以你爱放在桌上哪里就放在哪里用。那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你可以把 ZenFone Duo 接到家里面的大电视，然后就拿着这个触控板躺在沙发上操作，完全可行。而在重量上，我们实测 ZenFone Duo 的本体单机重量加上随附键盘后，大概会是 2.8 公斤，再加上原厂250瓦变压器的话，整体重量落在 3.5 公斤上下，就是一般的效能笔电的级距，不算轻。但以一台塞了2块 OLED 萤幕，而且还采用了大量金属机身的笔电来说，其实就是正常表现。那最重要的是，我前面就有说过，如果你是要带出门文书的话，这是一台 Panther Lake 的笔电，其实你带一颗小尺寸100瓦氮化镓充电器就很够了。那身为 ROG 旗舰，官方也直接随附了笔电包以及滑鼠，还有一个折叠支架的入门礼包。接着，我们就进入到这次的一大重点——萤幕。ZenFone Duo 采用了2块16寸 3K 解析度的 ROG Nebula HDR OLED 触控萤幕。ROG 在2块萤幕的表面都覆盖了康宁 DXC 强化玻璃，并且是目前主流好用的16:10萤幕比例。不管是拿来创作还是工作，垂直空间都比以往更大。比较特别的是 ，ROG 在上方的主萤幕提供了60以及120Hz 2档更新率，下方的第二萤幕则是进一步提供了60、75、100以及120Hz 4档更新率，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选择。除此之外，这2块萤幕不是老库存，都是新世代的高亮度 OLED， 所以支援 YouTube HDR 串流，在 Netflix 当中也能成功点灯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主萤幕也支援 G-Sync。接着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实测本频道招牌的萤幕表现。首先在萤幕亮度上，经过我们实测 ZenFone Duo 的上下2块萤幕在 SDR 全白萤幕亮度都可以来到500尼特左右，日常使用没问题。在开启 HDR 之后，全白萤幕亮度更可以进一步解放到非常够用的700尼特上下。更重要的是，2块萤幕的峰值亮度也都可以做到突破1000尼特，达到官标1100尼特的顶级水准，
完全解放 HDR 显示效果。而在色域色准上，身为 ROG 的顶级旗舰 Zephyrus Duo 的2块萤幕也都分别获得了出厂校正的礼遇。在 Armoury Crate 当中提供了包括原生、sRGB、DCI P3 以及 Display P3 4档主要的模式可以选择。重点是2块萤幕可以分开调整，自由选择。从 ICC 选单当中可以清楚看到 ，ROG 有分别针对上下2块萤幕独立进行校正。首先，来色 Duo 在原生模式下的色域表现，经过我们实测，这2块萤幕都可以达到100%的 sRGB、99.9% 的 Display P3 以及99.9% 的 DCI P3 色域覆盖，在原生下的色域覆盖完全顶好顶满。接着，我们就分别切换到对应的色域模式来进行测试。首先，在 sRGB 模式下，2块萤幕的表现全面达标 ，sRGB 色域覆盖都落在99.8% 左右，成功做到色域限缩，并且2块萤幕也都拥有非常优秀的出厂校正。在更加严苛的平均色彩 Delta E 项目当中，2块萤幕都可以达到小于1的顶级表现。这个数字小于2就已经给过，小于1就是顶级表现的意思。再来，我们来测 Display P3。经过我们实测 ，Duo 的2块萤幕同样可以做到99%的 Display P3 色域覆盖，都有成功做到色域限缩，并且色准同样优秀，2块萤幕的平均色彩 Delta E 也都做到了小于1的顶级水准。最后来测 DCI P3，2块萤幕都做到99.9% 的色域覆盖，平均色彩 Delta E 落在1点多，同样达到小于2的优秀表现。整体来说，你能在笔电上找到一块亮度、色域、色准、校正都达标的顶级萤幕，其实就已经非常舒服。那现在你有2块顶级萤幕，绝对是快乐加倍，也是任何外接行动萤幕比不上的。对了，身为 ROG 的 OLED 萤幕 ，Duo 同样内建了各种 OLED 防烙印、像素重新整理、自动隐藏工具类的功能，2块萤幕也都可以单独开启 OLED 低亮度防闪烁。B 面的最后，顶部同样拥有视讯镜头，支援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低光下也可以成功解锁。而在键盘手感上，键程是 1.7mm， 这边也提供一段键盘收音给大家参考。接着，我们来看大家最期待的效能。那首先，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把硬体规格讲清楚。今年的 Zephyrus Duo 2026采用的就是 Intel Panther Lake 当中非 X 版最顶的 Intel Core Ultra 9 386H 处理器，采用 Intel 18A 制程打造，拥有4个 P Core、8个 E Core 以及4个 LPE Core， 组成16核16子行序，搭配上 18MB 快取，最大频率来到 4.9 GHz。那关于 Core Ultra 9 386H， 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它就是跟 Arrow Lake 最顶的 Core Ultra 9 285H 达到几乎相同的峰值效能，但是在不同频点之下的平均能耗能够做到40%到50%的能耗下降，所以我们就来快速验证一下。首先来测 R23 Core Ultra 9 386H 拿下单核2071，多核20862分。那对比上一代的 Core Ultra 9 285H， 单核大概提升了 4.6%。多核则非常接近，但依旧有着 3.4% 左右的效能提升，所以基本上就跟我们先前说的一致。Intel 这代就是把技能都拿去点能耗比了。而在 GPU 这边，身为顶级旗舰定位的 Zephyrus Duo，ROG 同样搭载了老黄家目前最顶的 RTX 5090笔电独显，并且拥有超大 24GB 的 GDDR7 VRAM， 所以不管你是要拿来玩游戏、剪片、创作、做动画或者 3、4D 用途，5090仍然是目前最简单有效的选择。不过根据 ROG 的说明，因为这台采用的是双萤幕的设计，为了合理控制整机温度，他们把 TGP 设定在了150瓦的档位。那我们也直接实测 Cinemark TimeSpy，Zephyrus Duo 在极速模式下，150瓦的5090依旧可以拿下大约20340分。那这个表现大概会是满血170瓦状态下的85%的效能，但是依旧会比同样150瓦的5080有着 11.1% 的效能提升，大概跟上一代170瓦满血的4090几乎一致。不过这是游戏下的理论效能，如果你买5090是为了剪辑、跑创作软体、跑 AI 的话，那瓦数的差异我们测过了很多次了嘛，基本上这些创作软体对满不满血是极度不敏感的，所以如果是为了创作买5090，主要还是为了笔电端首次破万的扩大规模以及24GB 的超大 VRAM，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也来快速测一下剪辑效能。我们采用了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调色以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一样是用 NVIDIA Studio 版本驱动，一般 YouTube 4K 剪辑可以参考这个测试结果。经过我们实测 ZenVoice Duo 最终只花了132秒就完成输出。那这个表现对比上一个世代的满血4090，直接省下了 13.7% 的输出时间。那重点是，就如我们说的，创作软体对瓦数很不敏感，所以 ZenVoice Duo 的输出表现也跟满血170W 的5090基本完全一致。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大家最期待的游戏实测环节。那我们首先来测指标性效能测试大作 Cyberpunk 2077。那既然搭载的是5090，我们就直接从 2K 极高画质开测。首先，在不开光追、不开 DLSS 的纯粹体验之下， ZenVoice Duo 直接可以来到平均 71.68 FPS， 非常可玩。如果我们进一步开启 DLSS Transformer 的话，更是可以解放到平均106 FPS。接着，我们再试看看 2K 极高画质，再开极高光追。那在极高画质、极高光追之下，基本上就建议打开 DLSS 助阵了。那 ZenVoice Duo 也没问题，平均帧数同样可以来到 66.7 FPS 的顺跑表现。接着，我们来测 Forza 5，不开 DLSS 的 2K 极端画质、高光追之下，平均冲破133 FPS， 完全没问题。接着来测鬼线东京，我们还是直接开到 2K 电影级画质，并且还是不开 DLSS， 同样可以跑到平均121.5 FPS 的可玩表现。接着我们把光追开起来，来测 2K 电影级画质加高光追，平均同样可以来到 105.1 FPS， 完全顺跑。再来是 loading 非常重的黑神话悟空。首先我们测 2K 影视级画质，那在黑悟空里面建议直接开启 DLSS 助阵，大约可以来到平均63 FPS 的顺跑表现。不过我会建议进一步开启4倍画格生成，来到平均183 FPS 完全顺跑。那如果你想开启光追的话，那肯定就是开 DLSS 加4倍画格生成，实测可以来到平均174 FPS。NVIDIA 新版的 DLSS 还是非常有料啊！对了，这台同样开机有送 Xbox Game Pass 会员2个月，领取后就可以玩到上百款热门游戏。最后我们看回周围配置，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ROG 在 ZenVoice Duo 的地面加上了扩充快拆的设计，我们只要卸下后面这2颗 T5 螺丝，再轻轻拿起全金属打造的磁吸盖板，你看，包括电池接头以及2条 SSD 插槽，马上映入眼帘，非常好换，这个真的好评。那最重要的是 ，ROG 也做了开盖断电的设计，所以在盖板的右侧同样配有光线感应器，只要系统检测到盖板被打开，就会马上断开电源。所以在扩充 SSD 之前，你只要记得把电脑关机，接下来打开盖板就可以直接换了，对新手来说明显更加友善。而在储存空间上 ，ROG 预插了一条现在价值不菲的美光2TB PCIe 5.0 SSD， 单条就可以做到13620 MB/s 的超高速读取，以及12501 MB/s 的高速写入，很有诚意。那旁边还有一个 PCIe 4.0 M.2 的空插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扩充。而在散热上 ，ZenVoice Duo 同样采用了液晶、DC 均温板以及双风扇来帮助散热。并且因为这台采用了双萤幕设计，所以 ROG 在主板跟 OLED 萤幕之间还多上了石墨烯散热片，防止单点温度过高。不过老实说，这台用的是 Intel Panther Lake， 整个散热压力是小非常多的，所以倒是不用太担心。我们这边直接来跑 Cinemark TimeSpy 20轮压力测试，经过实测 ，ZenVoice Duo 的稳定度很强，达到 99.4%。重点是 C 面的最高温，也就是落在38度上下。萤幕中心区域温度则是31度左右，所以整体温控跟隔热表现的确非常不错。不过如果你是要长时间输出的话，建议把萤幕上的键盘拿下来，可以让萤幕获得更好的散热。那一般文书使用的话，我实测就算把键盘盖在 C 面一整天，基本上顶多温温的，不会有过热问题。而在记忆体上 ，ROG 也直接塞满了 64GB 的8533 MHz LPDDR5X 记忆体，采用 onboard 设计。而在网卡上 ，ROG 采用的是 Intel 的 B21 WiFi 7网卡，实测可以成功连上6 GHz 的 WiFi 7网路，也支援蓝牙 6.0。最后，我们看到 Intel Panther Lake 最强的续航力部分 ，ROG 同样在 ZenVoice Duo 塞了一颗90瓦时的大电池。在 PCMark 10千台办公的续航力测试中
我们同样设定200尼特，并且关闭5090独显，只用纯内显的节能模式下，开启上方萤幕。ZenFone Duo 最终拿下18小时的超长续航。对比上一代同样双萤幕的 ZenFone Duo 16，续航真的就是直接来到3倍。不过3倍不是重点，那多出来的12小时才是让你做到外出1天1充的最大工程。那如果真的不够，你只要有一颗100瓦的 PD 快充就可以继续使用。不过你可以看到，身为高效能的笔电产品 ，ROG 更追求的还是效能输出，所以并没有完全以续航考量调教。要不然90瓦时大电池的 Panther Lake 要调成20几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那我们再来测一个真实场景下的重度文书使用。Windows 我们同样选择最佳电源效率，同样关闭独显，亮度固定在200尼特，并且这次把上下2个萤幕都打开使用。从早上10点上班，中午休息1个小时，一直到晚上7点下班。这段期间，同时开启15个网页，并且用 YouTube 听音乐，还同时开3到4个 Word， 一边写稿一边回讯息，算是非常标准的重度文书使用。那我这样重度使用上了1天的班，大概有着8到9小时左右的真实续航。重点是，它离电之下也再也不会卡成狗，整天使用下来都非常流畅。你真的永远可以相信有调好的 Panther Lake。而在充电部分，帮你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250瓦充电器，半小时就可以充到 53%，1小时充到 81%， 完整充满也只要1小时36分。最后的时间，帮你也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最后，在音效体验上 ，ZenFone Duo 同样搭载了7600喇叭，包括4颗低音以及2组高音喇叭，帮你试测最大音量，大约落在94分贝左右。节目的最后也提供外放测试供大家参考。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期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人团队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最后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